那相比露天或是雅虎拍卖，坦白讲，如果有人说他在用这两个东西，我就觉得说，你怎么还在用这两个东西？也许大家想听业界更多的秘密，账上竞争就好像那个像战场打仗一样，凭良心讲，它都会是恶意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特别哦，就是这个电商龙头虾皮，它到底会不会倒呢？那我想录这个主题，其实是因为前阵子看到有 YouTuber 他们在录这个虾皮会不会倒，因为其实前阵子大家都有看到这个虾皮的母集团东海集团哦，他们的这个不管是在各地的市场啊，然后或者是说他们的营运状况来讲，股价来讲，都遭遇到一个挫折。然后加上台湾有新闻讲说，就是虾皮公司他们有裁员嘛，就是不管是营运部的人还是行销部的人都有被裁。那所以大家在传言说，虾皮这个他们是不是要倒了这样子？那其实我想了一想，其实因为我的身份，其实我们身份有时候是买家，就我会从虾皮上面买东西。但另一个身份来讲，我们同时也是卖家，就是你在虾皮上面卖东西的店家。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看说虾皮它到底会不会倒，以及它倒了又对大家来讲会有什么影响。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观众朋友不在意说虾皮会不会倒因为虾皮会不会倒，其实跟你的生活也许没有什么关系。大家在意的是说要怎么样买东西有最大的折扣这样子，或者是虾皮的折价券要怎么抢。不过很抱歉，我想虾皮的折价券并不是这次的主题。如果大家想看，也许可以在我们留言区。相比露天或是雅虎拍卖，坦白讲反应还不错的话，也许我们之后找个时间来录一下。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整个台湾就是电商的发展因为作为一个前段8年级生，可以说是经历了整个台湾电商的发展史。其实从最早，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大概15、16年前，最早是露天这种刚发机，那时候其实这种电商的网站，它比较主打的是说给大家一个二手物品交易的平台。什么意思？就假如今天你有家里面不要的脚踏车你可以把它卖掉给下一位使用者去做使用。其实我觉得当初最初的本意它是非常好的，它就讲说，你的资源要循环使用嘛，不要浪费。那同时你还可以获得一点金钱的收入。那最早假如说像露天，甚至后来出现雅虎平台，其实主要的营收都是靠这个广告商的广告，因为你很多人去上面卖二手的东西就有流量嘛，那广告商去上面下广告，然后就会有这个广告收入。那随着营运的状况规模越来越大之后，他们开始收所谓的这个交易的手续费或成交上架费等等。那这个时期我觉得就是竞争的开始像其实露天跟雅虎那个时候彼此竞争，就是比谁，假如说谁的成交手续费比较低谁不用上架费然后甚至那时候雅虎我还记得有一个广告非常有名，就是唐先生打破了这个盘龙花瓶，但是他不担心，就是他会去购物网站上去买，就是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雅虎奇摩拍卖，那时候那句 slogan，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每天都看到那个广告，算是印象蛮深的。而且中间还有跑出一些，假如说像是 eBay， 国外的时候 eBay 拍卖也很红嘛，然后后来接来台湾也是一下就不行了。那接着中间后来又有像是PC Home， 因为露天他们一开始是做这种个人对个人的，那后来他们就弄了这所谓 PC Home， 算是一个店家或厂商对一般消费者的一个平台，然后某这些平台开始出现了。那接着到2015年，虾皮它这个大魔王它出现了。巨人だ！就是虾皮出现的时候，其实它整个的这个姿态，大家就觉得非常土豪式的、非常陆式的这个风格。就我还记得很久之前有一个新闻，有一个人叫陈光标，就是说大家说他是一个大善人，就是一个大陆人，他就直接来台湾，然后直接发钱这样，然后说很多人很辛苦工作他发钱发红包给大家这样子。就是虾皮来的时候，我感觉也是这种姿态，他直接说好，现在大家买东西就是直接发免运券。然后很多人其实买东西的时候，常常像我，有时候我买个300-400块东西，但是你如果在一般的平台买，你300-400块，你总是要付个70-80块的运费要，那虾皮又说没关系，你在虾皮上面买，这运费都不用。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它吸引了很多用户啦。然后对卖家来讲，说他也不用所谓上架费，甚至连成交手续费都不用收，还是收得很低。然后这样就累积了非常多的用户。接着就像大家看到，就虾皮就一直变大，到现在你可以说是
应该虾皮已经是这种你购物的第一个首选的啦。我们不讲一些什么 Momo、PChome 这种算是厂商对消费者的这种平台哦。那接着我们来讲说，大家觉得虾皮会不会倒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种平台会不会倒，第一个还是要看它背后的集团的资产。就那时候稍微看一下，虽然说现在东海集团股价市值变比较低了，但它整个看一下它的市值还是占了200亿美金，200亿美金也是蛮多钱的嘛。那时候我还要同时看到新闻，就说，富邦集团就是整个资产有12兆这样子。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还有再看一下，就是如果是这种腾讯或阿里巴巴这种大陆的大集团的话，他们大概可能市值都大概60-70兆。但是如果你再回来看 PChome 的话，叫网络家庭，它同样的规模它就比较小很多。所以你觉得虾皮会不会倒呢？我的看法是说，其实虾皮应该坦白讲啦，它不会倒。因为其实就算现在他把他的那些免运券什么都取消掉啊，他的一些手机的界面，然后跟卖家沟通的机制，然后整个结账的流程，我觉得都还算是很顺畅的。那相比露天或是雅虎拍卖，坦白讲，如果有人说他在用这两个东西，我就觉得说，你怎么还在用这两个东西？不管你是在这上面卖东西，还是在上面买东西，我觉得界面有时候用起来，你就会觉得比虾皮起来不是很舒服。坦白讲，我从卖家来讲，它的一些上架的系统或一些后台设定，我都觉得用的不是很简洁，所以虾皮我觉得它是不会倒，而且就算倒了，其实坦白讲，没有人能够取代它，所以它要倒什么这样子。就是大家不知道是说，其实淘宝，对，就是大陆那个淘宝，它以前也有来过台湾，就是以前淘宝想要来台湾做一个淘宝台湾，但是后来也失败了，就后来就解散就回去了这样子。虾皮连淘宝这种对手，它都打败过了，就是它会倒。好啦，那接下来就讲一讲说，其实网络对于这整个消费形态来讲有什么改变哦？其实我觉得网络改变了很多的东西啦。像以前我买东西，我可能会是去，假如说我去查哪里有摆，我家附近哪边有店，然后我就去那边看一看，然后看一看之后，店家会给我一个价格嘛。那他给我价格，我就是想一想我要不要买而已。但我觉得网络时代出现了之后，就是消费形态完全不一样，有比价格这个事情开始，因为它比价变得轻松了嘛，询价也变得轻松了，所以比价就变成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那就会有价格的竞争。但我必须讲，就是说，任何竞争的形式出现的，凭良心讲，它都会是恶意的。为什么？就是你今天商场上的竞争就是这样，商场上竞争就好像那个像战场打仗一样，就是不是对方死，就是你死，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一定会有一个人倒下来的，那不是对方就是你。那你想办法，你要用尽所有的手段，就是合法的、非法的。大家唔好緊張，我本身咧係一個汽車維修員。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以这种商场上的价格战也是一样的。就是想要讲这个，大家现在第一个 B2C 的这种电商龙头 Momo， 就是它当初怎么起来的？其实早期 PChome 是比较大家的 ，PChome 24小时，以下家比较常用是这一个。那时候 PChome 24小时，其实它主打高品质，它主打它24小时到货，然后主打说它的所谓的整个退费的机制啊比较完善。但是 Momo 后来就主打了说，你在 Momo 买东西就是比较便宜啊，你在 Momo 买东西就是回馈比较多。所以 Momo 慢慢的它变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电商平台。那当然你量变最大的时候，其实你很多事情就变成原本是赔钱的事情都可以变赚钱的。例如说，假如说你今天好，你有1000个人跟你买东西，那今天当你变成1万个人跟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跟供应商讲说，我的订单我想给你订1万个东西，那你总不能跟供应商买1万个的价格跟买1000个的价格肯定是要有点差距嘛。那这个时候就中间的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利差，就可以赚钱了。然后像购物平台还可以从什么地方赚钱？它可以从物流上面赚钱。你看，像 Momo 现在他们也想自己做所谓的物流，他们如果路上有看到的话，应该叫做富生吧，就是他们转投资的一个物流公司。他与其给新竹物流、给大荣物流送，他不如我自己做，我自己做，我赚物流的钱。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这种竞争啊，大家为了要增大这种营业的规模，也要去做所谓价格上的竞争。那这中间就一定都是恶意的啦。对消费者来讲有没有好处？坦白讲，我觉得有，我觉得是有的。就是说，当然以前可能大家买东西都会不知道价格嘛，那现在其实价格网络上价格很透明的，不只是说国内的消费者店家之间的价格，跟国外的价格也是几乎是你都看得到了。像以前可能大家也不知道国外卖多少钱，那台湾卖可能卖个贵3、4倍，大家无所谓这样。但现在消费者都很精明，大家常常会看美金的价格多少钱，甚至像电视还会有人分享说，台湾卖太贵，那我要去国外买，我怎么去国外买？我怎么跟国外的买家订？
我怎么样去打木箱，我怎么请物流业者运回来，我怎么请物流业者去帮我避税，或是做一些这种奇奇怪怪的逃税这种事情，其实网络上都会有人去分享。所以你说要在现在以店家来讲，的确现在的这种实体店面的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为什么？因为其实消费者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比价嘛，比价完之后再去实体店面去买东西。必须要讲的是说，可能很多人觉得说，网络的生意很好做啊，网络的生意就是都没有店面的成本嘛，这样子，然后就直接卖低就好了这样子。我必须要讲，不管是实体或网络的生意，其实都不好做，因为你卖的低，就有人卖的比你更低。这种事情就是你少10块，我少10块，他再少20块，只要比到最后，就是你比到最后你做不下去了嘛。那有些人为了要继续做生意，就是会有各种奇怪的事情发生。那我举一个例子，假如说电视来讲好了，很多人买到便宜的电视，但是他会遇到一个事情，就是他会接到厂商的通知说，先生小姐您好，很高兴您订购了这台电视。那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某些因素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等3个月后才能出货给您这样子。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其实大家要想一想电视这个东西跟手机其实有点像，它会随着时间会有一小段的价差出现。所以当今天厂商收了你的钱，的确现在价格来看是很便宜，甚至是其他厂商都做不到的价格，没有错。但是它3个月后再出货给你，其实这中间假设你也愿意等，那到了3个月之后，这个价格未必会是最便宜的。所以就总归一句话，就是说时间其实是有它的一个价值存在的。那你当下你买到的便宜，其实不知道的是，其实你赔了时间进去。所以这就是第一个会出现的事情啊。那当然，其他还有一些应该说很乱七八糟的事情嘛。当然，我们在业界做了那么久，就是奇奇怪怪的事情看多了。这也不是这次的主题，就也许大家想要听的话，我们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再回到说，像我们这种实体店家做生意，的确很难做。为什么？因为消费者第一个会从网络上比价嘛，而且有时候有些人他，假如说有些店家他是实体店面，它是很小规模在经营，那相对来讲它的成本就小很多。那第二个是说，有些店家可能它的安装或什么的，它是外包的团队，那这个相对来讲你的成本也会小很多，因为自己养师傅跟自己养车队，跟自己去弄工具，是一件很耗钱的事情。坦白讲，你师傅你要请，你总是要培养嘛，你一个师傅要待5年10年的，那你薪资上来讲，总是要给的有水准吧，要不然你薪资给不到位，人家为什么会想在你这边做5年、做10年这样？那车子是自己的，像我们车子都可以载到85寸的电视，那就是买特别大的车子。那车子的保养啊、耗损啊，甚至其实大家常会觉得说，就是师傅送电视或送什么都很轻松，其实没有，他们光开车停车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尤其是你在台北市，像是中永和地区那种地方，我平常我自己开车，我就觉得停车超级难停。你就想让师傅在你家送电视，他要先找到合适的地方停车。有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迫不得已，因为客人已经在等的，然后他们真的是找不到停车位，他们有时候停黄线。然后我跟你讲，就是装一台电视，有时候做商人装，可能也许时间真的不多，他就赶快40分钟、50分钟出来，车子就不见了。那脱掉一次就2000块嘛。可惜罚单还是很心燥。你就想想看，这样你装一台电视坦白讲，你装一台电视赚没多少钱。这个很多客人还会说，你做方案装不就是把2个那个脚架插电视底下而已？你这样也要跟我收钱？你就做方案装没有赚多少钱，但是你停车没停好，然后你就车子被拖走了嘛，你就直接当场整天做白工，不要说整天做白工，还直接赔钱这样子。所以自己的车队，然后自己的师傅，然后工具，像如果大家有看我们之前一些出外施工啊，像 TCL 98寸壁挂，我们工具都是用比较不敢说是最顶的啦，但是坦白讲，日本的 Makita 大家去找一下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工具。那为什么要好的工具？第一个是希望说师傅用起来比较顺手，那工作效率比较快。第二个是希望说客人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奇异稳定的品质，就是实体店面要做得好，其实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刚刚讲的工具师傅都很重要，所以这部分其实它有一个成本，那更不要说你店面的陈列了。你店面陈列，今天你收你的电视，你要全部摆进去，你要不要有个100-200万？你陈列要钱吧，这样子，你65寸、75寸这样加起来，陈列电视也是要钱的啊。那更不用讲是说，今天如果你有经营三星、Sony、LG， 甚至假如你有其他品牌 TCL、Panasonic。
你有很多品牌的时候，那个光陈列的成本就是非常可观的。大家觉得说，可能觉得卖电器的利润很高，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卖电器已经越来越像那个以前他们讲说制造业毛3到4，毛利率3%、4%。我觉得其实零售也越来越接近这种程度了，真的不像大家讲的那么好做。所以大家要知道，假如说你要卖 Sony 电视啊，它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你走到 Sony 的总部说，我要卖 Sony 电视，他就给你卖，他评估你。第二个，你要有资产，什么意思？你今天你要叫1000万的货，你要先准备1000万的定存金去做担保。为什么？因为他怕你叫1000万的货，你跑路了这样子。我花了1000万去做担保，或我拿房子去做抵押，那我才能叫1000万的货。但是我叫1000万的货，我要再准备1000万的现金去付这个货款。所以坦白讲，我花了2倍的钱，我才能做1倍的交易额，就是它的所谓的现金的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你叫1000万的这个电视好了，它绝对不会是一天卖掉的，它总是要花一些时间去消化。那更不用说，因为你的整个实体店面的成本，导致你比别人的这种价格来讲，可能销售价格比较高，那人家就不买单啊。那你的成本的这种压力，这种金流的压力就会越来越重。所以大家有时候看到，实体成本、实体店面啊，怎么样价格啊，怎么样的，好像实体店面都比较贵啊，或什么的。必须要讲，实体店面真的是有它的压力。那当然，其实我们麦斯音响还是希望在价格跟品质上面去做一个权衡啦。就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一个品牌的经营，它不是1年2年，也不是说一朝一夕。希望消费者在有一个在合理的价格上面，它还是有一个比较优质的服务的。毕竟，其实业界大家都混了那么久，为什么要卖便宜？其实大家都不要说我啦，老板或者是各位老板们，大家都很知道。但为什么实体店面还是要存在？第一个就是说有实体店面，你可以真的实际的看到东西，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尤其像电视这种东西，我举一个我的例子好了，因为我去实体店面，或者说买东西，像我买摄影的东西啊，我以前也会网购买一些摄影的东西，当下其实我都买的很便宜，没有错。但是摄影东西常常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买回来发现其实不是说这东西不好，它的功能也都很 OK， 都是正常运作。但是它在我的工作流程里面，假如说1-2万块的东西，它是完全无法发挥作用，甚至它会干扰我的工作流程。所以变成说我花2万块，也许我是花是市场上最便宜的价格买到这个1万块的东西，但是它到我手上之后，它对我的价值是0元。我没办法去使用它。所以我觉得实体店面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现场会有比较专业的销售人员跟这个实体的展示，你可以直接用你的眼睛去看。像很多人他买电视，很多人说，我买电视我要买到多好的这样子。那有的人就说我只看第4台跟一些简单的这种 Netflix， 简单的我也不是很要求要多么花俏。那我到底Sony我是要买到10万的，还是要买到5万的？这个时候你去现场看，你就很明显会知道你的目标。那当然还有销售人员会给你一些专业的建议。那有些人会觉得说销售人员就是要赚钱嘛，他们都觉得说最赚钱的他都推荐给我这样，他都是带有这种心态，带有这种不怀好意的在推荐我。那我觉得这样也没关系，起码你有实体的这种东西可以看。第二个是说，你有实体的店家，因为实体的店面经营很要成本嘛，所以他既然有一个店面，有一个招牌挂在那边，他也不会想随便的去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你跟实体店面买东西，坦白讲，我觉得会放心许多啦。因为今天店面网络商店的话，第一个我也不一定要用我的招牌去挂，我可以冒名，假如说我就叫小明，大家可以跟我小明买东西哦。那买了出了什么事情，反正小明就不见了，那就没有关系，这样子对不对？而且现在其实坦白讲，诈骗蛮多的啦。像我们之前还有客人真的是被骗，他就是有那种。他就是直接叫你私下汇款的，汇款完人就不见了，那个报警坦白讲也抓不回来。那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这一集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说整个虾皮会不会倒？我觉得这种话题其实我们是蛮多内容可以聊的，因为其实大家以往看到一些 YouTuber 他们在做分享的时候，大部分人他们都会是以消费者的这种角度来看，很少人会是以一个卖家的角度来做分析。我们也不算是一个小型的卖家了啦，所以我们对这个市场也许的认知就是可以跟大家做一个更深层的分享。这次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如果大家还有任何想看想听的，也许大家想听业界更多的秘密，就是大家想听什么内容，就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YouTube 留言区底下直接做留言哦。有时候会录这个也是蛮感慨的。我知道其实现在做什么事情都很难，其实不管是卖电视卖什么，因为各行各业都不好做，但是我们还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啊。像包括我们录一系列的这种 YouTube， 然后拍各种产品的开箱的影片，那甚至我们在明年，也就是2023年。我们为了要给大家一个更好的视听的体验或试看体验的空间，
我们去租了一个一整栋的，那就是我看坪数好像是快200坪，单层就200坪的一个展示的空间。就是在这个什么都不好做的时期，录影片是希望说让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先稍微做个了解，所谓的去租更大的展示空间，希望让大家可以更贴近的去体验产品。那最终的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用实惠的价买到自己最需要的产品。我要再次强调，就是说最需要、最适合你的产品，这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最适合你的产品，有时候就可以节省你的许多时间跟金钱不管是挑选的过程，或是买了之后的体验，真的会让你整个购物体验来讲是加分许多的。尽管在这个时代，大家也许就是说买东西就是要最便宜给我就对了啦，不管什么网络，不管实体买，不管怎么样，就要最便宜。当然，我们也是在尽可能的优惠给大家，但是我们还希望是保有一份尽量优质的服务与体验。好啦，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可以按赞、订阅、再分享。那有任何想要看的、想要了解的，都可以私讯我们的官方 LINE 还有脸书粉丝团哦。那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